好，带你来看到是 AI 大会，很多人在看的是呢黄仁勋他们辉达那边什么还吃早餐啊之类的，你有没有看苏峰之说什么？来带您来看到的是这个呢，同样来台湾出生的苏姿峰呢，他在演讲当中提到了是大赞 DeepSeek 啊，他特别强调的哦，DeepSeek 其实呢，它连模型都可以在 AMD 的技术支持之下更好来定制，还有自动化。那甚至呢，他们也讲说，中国开发的 AI 模型正在改变世界，是不是表示 AMD 要开始全面拥抱中国了呢？那大家就会开始讲。如果说一边超微这边站对这个中国，那另一边呢，这个是我们的辉达。如果说呢，它是站对在美国这一边的话，那大概会怎么样呢？来，黄仁勋的讲法是，如果说有人比如说 AMD 站对华为，那华为是中国最强大的科技公司，而且呢，现在呢，美国限制华为的措施，他觉得是执行不力的。再加上人才才是重点，他特别提到了全球一半的 AI 学者来自中国大陆，这个呢就有可能会有很重大的影响力。所以呢，在中美的战略竞争这一块 ，AI 除了非常重要之外，还有的就是到底谁手上的筹码多。目前传出了大陆要增加关键金属的储备，这里面就包含了钴、铜、镍、锂这一些，其实呢都是你在制作重要的这一些，不管是科技啊，或是武器的时候。重要贵金属。除此之外呢，还有的就是钱呐。大国角力要有硬实力。什么叫硬实力？除了要有科技啦，要有技术之外，钱呐这一些呢，也都是非常需要先把它准备足的。至于呢，在美国内部除了外部要跟中方之间来做比拼，内部呢，他们现在也面临了一些压力，因为川普他做大的改革，里面很多呢是由马斯克他来作为领军，结果就造成了是特斯拉呢这个袭击事件在升级。美国的 FBI 现在是成立了一个反恐特别小组，等于就是你袭击特斯拉，我就认为你是恐怖攻击，不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吗？所以大家就想问，这样子的一个定位合适吗？白宫发言人有回应。But we certainly think it's despicable, the violence that has taken place against Tesla, the company, its employees, and also just Americans who have chosen to drive an electric vehicle. Many of them are Democrats, by the way. Democrats were big supporters of Tesla and of electric vehicles until Elon Musk decided to vote for Donald Trump. So we would like Democrats to also come out and condemn this heinous violence that we have seen. 美国现在呢，在司法部长这边讲了，说有3个人是因为呢，他攻击了特斯拉的汽车，又或者是经销店呢，而受到了指控。但是其实，如果你透过新闻画面，你会看到，目前特斯拉在美国各州各地所面临到的状况更多，包括什么被喷漆的啦，或者呢是汽车直接被枪击纵火的。现在在美国的社会新闻呢，很多的州都有出现这样的状况，所以大家就说这个其实叫做反马斯克。好，为什么找特斯拉？就是因为那是马斯克的公司，对吧？而除此之外，如果你买特斯拉的话，他们不是会有个车主资料吗？现在说车主资料也被放到了网络上面，甚至呢还车主被肉搜，然后鼓励说去攻击、去破坏他的车子。这一些确实是一连串比较不理性的事件。所以呢，马斯克就讲了，这个叫做极端的国内恐怖主义。同时也说，特斯拉的汽车呢，他们现在已经加强了一些安全的措施，门市的车辆都会启动哨兵模式，而很多人说，那你的问题会不会其实不只是你的特斯拉的电动车？原因是因为你的 Cybertruck， 它当时不是很开心告诉大家吗？可是呢，好像有一些的技术上面的状况，所以目前呢要召回。而这一些的内容，其实呢都会让大家在意的就是特斯拉它到底品质稳不稳定，又或者它到底够不够安全？这个安全来自于马斯克的仇恨值可能让他不是那么安全。目前呢，就有这个著名的投资人，他投资了特斯拉，他强调的是，他认为就一个投资人来说，就这一家公司，他需要新的 CEO， 原因是因为你身兼多职，你时间不够。但是他想讲的可能是必须要把它跟政治拉开来一点点看。那如果现在有安全风险的话呢，很多人就会开始对他来做出质疑了，包括了加拿大温哥华的车展，现在说呢不让他来原因是因为他觉得他有安全性的风险。
险。另一个部分呢，则是大家会把它拿来跟比亚迪来做对比。现在呢，就看到了比亚迪有了这么一个黑科技，就是闪充啊。那个闪充就是充5分钟可以行驶400公里。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未来特斯拉还有没有在市场上面的一个领头这样子的一个科技呢？另一个部分呢，则是比亚迪现在也发现了它的日本销量首次超越 Toyota 日本最强，超越 Toyota， 而且总销量呢已经达到了2223辆。这一些的数值确实会让特斯拉在全球所谓电动车龙头，或者是呢希望能够卡住技术龙头这样子的一件事，会产生质疑。请教小亮哥，您会怎么样来看？好，如果从 AI 来看的话，讲到了晶片啊，讲到了这一些内容，除了这个黄仁勋之外，大家就会想到另一个来自台湾的苏姿丰，可是他现在讲的是 DeepSeek。好 ，DeepSeek 在那个差距太大了啦。啊， AMD 目前美国在 AI 晶片的市占率是17%，那基本上它是比较做中低端的，那当然它也在争取开源驱动这一块啦。那这一块可能就可以跟 DeepSeek 合作啊。可是中国大陆华为都已经做到中高阶了，所以我干嘛买你 AMD 啊？你是中低端的啊。那因为坦白说了，这个科技突破有一个特征啊，就是第一名都会遥遥领先第二名的。因为 NVIDIA 就是第一名嘛。而且它现在在高端的市场几乎垄断全世界了。是。那主要是因为它有发展出一个生态系统，就是 CUDA 嘛，那个几乎没有竞争者。连中国大陆都很难竞争。就即使华为做得不错了，现在做到升腾 910C 嘛，对不对？可是他也知道他只能够慢慢来争取国内的市场，也没有办法瞬间啊。那 NVIDIA 的问题是因为政府限制他卖啊，所以 AMD 跟 NVIDIA 是不太一样的。那 AMD 在大陆就会觉得你这个太低端了，他不一定要用你的。那 NVIDIA 是可以做高端的，可是不能卖，就这样啊。所以各有难处啦啊。那至于这个马斯克啊，我认为他恐怕很难解啦，因为我们举例啊，联邦政府被他裁员的人数将近7万人。那这里面有很多人，坦白讲都有一定的技术啦。那我当然不是说破坏者就他们了啊，实际上左翼的也很多人很讨厌马斯克啊，所以他这个就变成无所不在的攻击啊，所以就造成他很大的困扰啊。而且我讲白了啦，他的分心也不是只做政府效率部啦，对，他也做星链，是，也做那个 Neuralink，有神经连接，都很难。每个都很难的领域，你每个都要做。实际上，你去看特斯拉的车型，你就发现它已经远不如中国大陆电动车的多样化了。这非常明显了。所以，我觉得它在中国市场被追过，那甚至在其他市场也慢慢被追过，这个很难防止啊。那主要它现在累计的还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动车。对。可是那个是因为人家发展的比较晚啊，那逐渐各国的市场人家会开始进去啊，比如日本这个海豹就是一个新的现象嘛，大概这样。是，请教一下张军，您会怎么看？因为这个也是经济斗争，但这里面是太多的民粹的这个意识形态。因为反马斯克也是在反川普了。说民主党当然添油加醋嘛。这个东西，第二个，这个电动车啊，你想我们开车的人啊都不喜欢在等，加油啊要等，排队都不喜欢。电动车以前充电，我以前在军中，我们那个电瓶啊，大卡车开回来，第一个先把电瓶卸下来充一晚上，因为这个东西，当然现在电动车快，但是还是很花时间的。你现在那个电装在家里面都是充一晚上嘛，充出来的 mileage 也不大。像他现在这个电池好啊，充5分钟可以跑400公里，
足够你在都市里面用了好几天了，是，对不对？一般人开车不是天天开长途嘛，那就算开长途400公里也够你的。像美国做的所谓卫星城市，他到上班时间大概要1个多钟头，那也不会用到400公里嘛。所以这个东西啊，就造成人家很难跟他竞争，很难跟他竞争。那个 DeepSeek 呢，因为是开源，大家都好用。就我们讲一句手机讲叫亲和力很高，不需要花钱买很高的门槛嘛。所以这些问题啊，我就觉得中国大陆现在也倾全力在跟美国做科技在斗战争，因为美国不是发动科技战跟金融作战嘛，习近平就召集了国内所有的这些大头啊，先商量怎么样来应付这个问题。那美国的商人是只要有钱赚都去嘛，是，所以习近平开自己国内的这个会的，外国的投资客也来了嘛，所以这个经贸战呢是未来的重点啊。那个菲律宾那边搞这些东西，我跟你讲哈，菲律宾开5个基地，那个基地就比不上一个苏比克湾。我告诉你啊，他开的基地是飞弹基地，就是拿集装箱的那种飞弹，用大型的运输机送到那里，竖起来就算是个基地。就低风嘛，对，低风系统在这个海里面做决战的时候占不了太大便宜。你要有海军的大型舰队，像苏比克湾当年那个规模的话，那他对南海的控制力就强了。所以我们看事情啊，不能看这个字面啊，有3个基地，有4个基地，5个基地，我拿一个飞弹放那里也算一个基地。那在军事上，我们军人来看，是你来得快，走得也很快啊。打包一下，1天就撤走了，是，对不对？他绝对不会重蹈阿富汗的经验。阿富汗是太多坦克车搬不走啊，对不对？对，飞弹很容易走的。但是我们如果说呢，回到科技战的话，就想要请教一下吴老师，原因是因为呢，在目前这个科技战，美中之间要怎么打？那甚至呢，马斯克会不会被牵连进去？这其实蛮多人投资者还蛮在意的。其实早期我们在研究国际关系，早期那些我们讲传统的现实主义者在讨论国家权力大国实力的时候，都是注重传统的人力或者军事实力，我们讲传统物质实力啦。所以他们没有把科技放进去，因为早期100年前没有什么科技嘛。可是他们讲工业能力跟军事准备力，像 Morgenthau 这些人，他们认为工业能力越强的国家，能把这个资源、天然资源转化成我们讲的其他资源，包括军事啦、经济啦。那像 Gilpin 啊、Joseph Nye 这些人，他们认为说，一个国家如果你有较强的科技，后来他们就讨论科技了，那你会更强的这个经济跟军事实力。所以后来我们在很多学界在讨论科技美中的这个实力对战的时候，大家就看谁的科技比较强顿时科技这个指数就变成大家在讨论的。其实中国的科技不断往上升包括你说现在它有最大的单口近摄望远镜啦，有速度最快的超级电脑啦，还有量子通信卫星甚至现在在 AI 技术上面要开始超越美国在华盛顿特区有一个智库叫做数据创新中心他早期做了一个研究，大概在2020年左右，他说如果是衡量 AI， 它有6个指数啦，包括什么人才啦、硬体啦、数据啦然后使用率等等，在这6个里面，美国那时候是领先4个，中国大概是2个。中国领先在所谓的这个数据跟使用率上面，因为他们人多嘛。但是这几年，我觉得 AI 的人才方面，中国的人才越来越多。就像黄仁勋讲的，50%的会做 AI 的人才，可能都来自于中国大陆。可能包括他们的基础的数理方面的强化，还有他们对于算术跟逻辑能力的推理的训练。我觉得这都是 AI 在这方面非常强调的，所以我觉得接下来我可能要再查一下这个数据可能中国在这个6个指数里面人才上面是不是往前推进？那当然呢，如果美中在科技竞争，最重要还有一个是钱从哪里来？我觉得是储蓄率美中的储蓄率2021年呢，中国大概是美国的2.5倍。简单来讲，就是中国人比美国人会存钱。对，那存这个钱会用在哪里？就是大量投在科技的竞争上面。所以这一点也是我们可以去观察的。就变成是一个国与国之间在 AI 的科技上面的较劲了。而未来呢，你要拉个10年来看，新的科技会怎么样来变化，其实就会影响到未来各国大国之间的大局。我们先进广告，等会回来说。
好，再来看到的是川普很在意的俄乌战，现在呢已经要跟普京再一次的通话了。3月18号那个时候讲了90分钟，被晾了1个小时，对吧？然后讲了90分钟讲停火，结果呢隔天马上就跟泽伦斯基通话，但只讲了60分钟，但也在讲停火。可是讲的都是停火，但好像没有人理他，什么意思？白讲的意思吗？原因是因为即便怎么说努力实现和平，但是呢才讲完之后，据说啦，俄罗斯又再次轰炸了乌克兰的能源设施在内的区域。那乌克兰的无人机呢，也去炸它的空军基地。你看，炸出了这个蘑菇云，你就知道是多么样的一个大威力。那乌克兰这边也出动了无人机，俄罗斯这边呢出现了核轰炸机。大家就想问，不是说要停火吗？现在大家双方也是火力比拼。没有要停歇的意思啊！俄罗斯就讲了，我有讲啊，能源设施我可以不打，但是你乌克兰的无人机怎么又跑来打我的石油储存设施？你不就违反了停火的协议吗？双方之间啊，其实真的有要停吗？大家就问这一句，有这么真诚吗？还是大家都是讲好听话，讲适合自己的好听话？俄罗斯媒体就讲啦，他们的绍伊古呢有特别提到说，俄罗斯其实计划邀请美国代表参加安全事务高级代表国际会议。什么意思？就是呢，他们其实在今年5月的时候，由他们的联邦安全会议会来召开国际会议。那邀请美国来是表示现在想要跟美国开始当朋友，我们重修就好呢。而且呢，现在双方代表23号就要在沙烏地阿拉伯这一边见面了嘛，所以大家就想问，如果这2个人可以谈下来的话，那乌克兰是不是川普说了什么都算？川普有特别提到啦，他很快就会跟乌克兰来签矿产协议，所以表示上一轮讲的，现在乌克兰都同意了吗？而且呢，泽伦斯基下个星期要再次来到欧洲这边寻求支持，27号说要在巴黎安排会谈。这一次呢，见到马克龙会说些什么？2个人其实关系好像很好，甚至呢，泽伦斯基是不是刻意让大家知道他关系很好？来看这个画面。Okay, sorry, Manuel. I have just conversation with the journalist. Can I be back in some minutes, in 15, 20 minutes? Yeah, please. Thank you, Manuel. Okay, great. Bye bye. 代表什么？代表我的电话，可以通马克宏的哦。现在呢，其实他面对的是随时会变脸的美国，所以呢，他要开始来自救了。希望欧洲可以帮忙，但是欧洲这一些国家会如何帮忙？愿意伸出多长的手呢？其实呢，在中俄之间，川普现在已经撂下电话，说，是不是开始的跟普京谈话有成效，要挑拨一些中俄之间的关系呢？可是绍伊古呢，其实他前不久不也才到中国去吗？现在强调是2边的合作全方位的，毕竟上不封顶嘛，所以呢，并不会因此而有任何的改变。甚至太空、核能，我们都还在合作。好，其实各国之间在跟美国碰墙之后，都会开始寻求更多的保险，比如法国的干叶业现在就开始了。我必须被美国课关税之后，我就会想到中国课我关税，我损失了60%市场，所以我下个星期4法国外长就要去谈了啦。西班牙的首相下个月访华，也要见习近平，也是因为电动车的巨额关税，我们希望能够达成一些新的协议啦。所以呢，现在法陆的发展论坛，欧洲企业要来的比例增加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大家都想要赚钱嘛。那如果说美国真的很在意你赚他钱的话，是不是要自己找活路呢？回过头请教一下亮哥，您会怎么样来看针对于自己找活路这件事情啦？泽伦斯基也想找活路，可是呢，面对的是川普，站在中间，普京谈90分钟，他只跟他谈60分钟，大家都在讲这个电话谈来谈去，看得出远近吗？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乌克兰根本就没有方案你怎么谈？因为美国是作为第三方嘛，对，他接触乌克兰也接触俄罗斯，是。可是乌克兰只提了一个无条件停火30天，对，这个不是方案这是要求，这个是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先不要打吧。对，那俄罗斯为什么要同意？因为以目前来讲，乌克兰真的需要停火30天因为他要回补他的元气，那欧洲的整合也需要时间，所以这个可以理解可是俄罗斯没有理由要同意你因为你对俄乌
双方的这个要有进展，你至少要有一个方案提出嘛。所以我觉得这个谈判，坦白讲是卡在2个地方啊。第一个就是乌克兰对欧洲有寄望，所以他就认为说欧洲人可能可以在美国之外给我必要的补充啊，尤其是英国跟法国。是。那坦白讲，我并不乐观啊，可是他这样相信，他这样相信啊。那第二个就是这个就更麻烦了，就是乌克兰提不出方案了，因为你提出来，人家就说你是卖国贼啊，对，你投降啊，没错。那这种事谁要干？所以这个很麻烦，就说啊，这个到最后真的就是需要一个强大的第三方来帮乌克兰提方案，而且还可以搞定乌克兰。那这个国家一定是美国嘛？所以你看俄罗斯啊，我觉得普京这是老狐狸了，他知道美国很重要，因为美国可以帮他搞定很多麻烦事，所以他就不断的捧川普就比如说他跟他讲啊，说这个哇，你讲那个暂时不要攻击双方的能源设施，真的好棒棒啊！我同意。其实川普提这个是不利乌克兰，是因为弱方借由突袭来打俄罗斯的能源设施，不然他怎么打？他的兵也不够，那大规模的战斗力也不存在，你怎么办？所以他只能够借由突袭嘛。结果川普现在说不可以，那我不知道乌克兰接下来怎么打。那我觉得普京就是一直让川普存有期待啦。比如他就跟他讲说，和平当然好啊，可是这种停火30天的没有意义啦，我们来搞一个永久和平，对不对？这个川普一听又龙心大悦了，都对啊，我们来搞永久和平啊。我觉得普京就是知道，他就是不断的要直接直通美国了。是，而且我觉得他们现在也不太信任卢比奥，我觉得他们有点觉得卢比奥把事情搞砸了。所以你看他都直通川普。对，直通川普就是我连拉夫罗夫都不见你的卢比奥，因为就直接通川普，请川普提出他的想法，因为总要有人逼乌克兰提出方案吧，不然这个谈判是没有办法进行的。是，那真的只有美国可以做到啊，乌克兰不愿意提啦。这个就像当年那个国共在弹劾的时候，蒋介石不愿意提啊，后来就李宗仁啊，不是吗？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局就很麻烦了，就是美国要去施展他的权力啊。然后要说服乌克兰内部，或者是施压，反正那都是你美国该做的事，我觉得普京现在就有点这样，那我们想请教一下将军，您会怎么看？本来普京跟川普就是2个真正的当事人，那乌克兰只是工具人，这3个人身份你要先弄清楚吧。和停火不停火那是一个表象的东西。真正里面的就是大家都有条件跟筹码跟要求嘛。俄罗斯很简单啊，你要我停火，你美国的制裁是不是全面取消？那停火里面还要很多条件，你不能加入北约，取消你武装力量，这些你不能满足我就不会停火嘛。那打不打能源设施，双方能源设施本来对俄罗斯来讲，现在我跟你讲啊，全世界的防空武器没有100%的，是它一定有漏网之鱼的。我现在每天都在观察那个胡塞组织那个到底打到航母没有啊？是 AI 的产品呢，还是真的哈？所以基本上像无人机这种本小利大的东西啊，是造成战场很大的困扰。但是普丁不会放弃现在有利时机，因为他就看准你川普牛皮吹得太大，上任第1天就解决，现在100天也解决不了，你那个矿物协定也不是等于白定的嘛？那我美国讲我插了腿半天，一点收获都没有，血本生意没有了嘛？那马克宏是标准，也是演员啦，也是演员啦，那蹭声量的那搅和真是，所以普丁大概都看不起这种，对，没有错，看。泽连斯基，你是一个很烂的电视演员，
马克宏尼也是差不多，所以连桌子都不愿意跟你靠近，弄个3公尺还是4公尺的桌子。所以这个东西啊，小国家啊，有时候不要自己自取其辱啊，对不对？你像那个韩国总统跑到美国那个谄媚那个样子，对不对？连他自己老百姓都看不顺眼。马克宏尼已经是 falling star， 再过2个月你就下台了吧，对不对？你还在那蹭什么呢？而且欧洲讲良心话，没有实力来做这个事情。是。现在为什么全欧洲感觉到恐惧呢？那个川普那个人讲话真的毫无，我德国那38000人，我可能要调走啊。你要知道，北约里面最大最有战力的就是美军，差不多有10万部队在那里，对不对？装备最精良了。其他都拿不出像样的部队嘛。法国有一点7、8万人。所以你要面对俄罗斯这种大的敌人的话，你根本说话也没什么分量。我觉得真正有力量的还是波兰，那个是因为唇亡齿寒，他最积极了，很认真啊，对不对？他也很可能被欧洲利用下一个乌克兰的角色了，再消耗你俄罗斯。所以你看，我们新闻很少报道，我的感觉波兰现在已经花了大笔钱在搞他军备，因为什么？唇亡齿寒，你泽连斯基这次搞不定的话，下面就是他。所以这个问题啊，我们看这个大国博弈啊，你要看每个国家的实力啊，跟他们虚张声势的讲话听听就算了啦。停火那真是再脆弱，连一张纸都不如的东西。所以你看，普丁电话里打完，马上就轰炸，乌克兰也马上回击。你说那个停火有什么意义呢？没有意义嘛。以色列那个停火不是马上撕毁了吗？所以我从来停火啊，只有一次大战，双方打得累得要死的时候，圣诞节的时候，自动停火，双方还交换雪茄，交换烟，但是阿兵哥打累了，知道吧？这种停火，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就是背后桌子底下的交易有多大，暗流汹涌是在那里面。是。请教一下吴崇华老师。对啊，这个将军讲的这个圣诞节停火协定，我们是国际关系常讲的。对。那壕沟战呢，到了耶诞夜他们是不打的，耶诞夜嘛啊。这次乌克兰停火，我也觉得，当然了，泽连斯基他是被迫停火，因为他有求于人嘛。他没有牌啦，他必须要有美国的情报啊，再来就是美国的这个武器支援，不管是陆军战术飞弹系统的弹药，或者是海马斯火箭，他都需要。川普说你不停火，我就把你停下来。所以很明显的是，他被迫停火。那普丁的停火是什么？普丁的停火他很有技巧的。刚才他讲了这个叫永久和平。我们讲这个永久和平，其实在我们在学界里面讨论的是康德像那种永久和平论，是个很极端、很极致，是你要非常严格的，包括说你要同样的这个所谓的意识形态我们讲共和或者民主国家，或者是加入共同的国际组织，最后是经贸互赖你都达到了，可以达到永久和平。那是非常极致的行为，很难达成但是现在普丁讲出来，他说我不是要这些的，我是要什么？第一个很简单，你要去纳粹嘛，你境内不要有武装实力。当时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你打乌东的人我才进来的。第二个，你不要再跟北约再眉来眼去嘛。最重要的，他后来讲出来了，你要承认我那4加1个地方，卢甘斯克、顿内茨克、赫尔松、扎波罗热，我打了3年，花了多少钱？多少人我占下来了，再加一个克里米亚，对，这5个你承认是我的，永久和平。对我们看起来这个是非常非常难的啦。坦白来讲，泽连斯基假如答应了，那他玩什么？他过去3年是玩假的对不对？就像亮哥讲，他是叛国贼啊。民主国家领导人面对战争，他最怕的第一个当然死伤啦，再来就是领土，你领土丧失，那个是对于自己的支持度、民意支持度跟爱国心，那个是很难以去回复的。这也是他泽连斯基为什么要撑在那里，要打死抵死不从啊？不然打那么久，死那么多人，他就要把那些人领土失去的再拉回来嘛。所以我倒觉得普丁现在他讲出这些永久和平的条件非常的严苛。对于泽连斯基讲，他不如下台算了。真的，如果他说好，我承认你的这个停火协定30天，那我承认那5个全部都你的了。除非泽连斯基也要学普丁说，我说话不算话，因为泽连斯基就说普丁，你过去10年撕毁了25项协议，你说话不算话嘛？那除非泽连斯基也像演员一样说，好，我现在承认停火，对不对？停火30天，
好，我承认那5个是你的，那接下来他也在打，这也有可能哦。说不定有可能，我不知道。但是他假如是假承认，那学普丁这样子你尔虞我诈，那这种停火都假的，永远不会。大家晚安，我是秦燕莹，欢迎来到新闻大白话。接下来这1小时国内外大小事，要用您听懂的话说给您听。现在介绍这1小时来宾，首先要介绍是退役中将邵华明将军，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还有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以及政大外交系教授吴崇汉老师。主持人好，大家好。好，要首先大家看到的是呢，目前人在荷兰海牙的杜特地，他的律师出来讲话了。他认为现在他还在那边，根本就是被非法拘留。这是他出生的国家吗？不是啊，也不是他家乡。为什么他要在这里呢？他应该尽快的回去。然后呢，当地的媒体对他做了一个专访，他的讲法是说呢，他相信杜特地渴望在审判前期就被判无罪。至于一直被爸爸赶回家的菲律宾副总统沙拉，现在据说人还在海牙，原因是因为呢，他讲第一啦，这个呢，他觉得就是政治因素嘛，因为这个不是一般常识的引渡嘛，那这个呢，如果不是一般常识的引渡的话，那是不是？菲律宾这边是有政治上面的问题呢，所以他不想要回去，他现在要留在这边处理一些事，至少啦，帮爸爸把律师团弄得厉害一点点，要来开始面试啊，然后希望给他最强的一个团队来帮爸爸辩护。现在其实呢，在菲律宾境内确实有蛮多人对于为什么我们的前总统突然之间就被送到了荷兰海牙去国际刑事庭这样被人家讯问，而不是留在菲律宾。很多人提出质疑，甚或是总统小马可仕的姐姐。听他这段谈话。Kung ang iyong ama o di kaya ang iyong lolo pa, matanda na at may sakit, kinakaladkad palabas ng inyong tahanan, manunood ka ba na parang wala lang? Ganito ang nangyari ngayon. Isinuko natin si Rodrigo Roa Duterte sa dayuhan na para bang wala siyang Since when did the Philippines become a province of The Hague? Kung kaya nilo itong gawin sa isang dating pangulo, sino na lang ang susunod? If they can march into our house and take one of our own, what stops them from doing it again and again? To you, to me, to any of us. 好，所以他后面就因为讲什么，如果说呢有一个时候，他是对你、对我、对任何人做这件事情的话，你能接受吗？从菲律宾直接的就这样子被判到了荷兰的海牙。好，现在呢，菲律宾的副总统沙拉就直接讲了，他说这一切呢其实就是政治目的啦，为了消灭对手，为了消灭政敌啦。而他特别也强调了这是非法的。那他现在呢，他觉得不生气也不绝望，可是最后他留下这一句话，我觉得可能会让很多杜特地的支持群众会有感。他说这件事他现在看起来怎么讲都没意义了，无法挽回了。他也认为杜特地总统不可能再回到菲律宾了。什么意思？是他爸现在状况不好吗？好，不管怎么说呢，政局现在在菲律宾内部出现了对立的状态。对外呢，其实小马可仕现在也有一些的动作，包括了我们先前讲苏比克湾，就是美军好不容易菲律宾人把他送离开，但现在呢说菲律宾打算要把苏比克湾的2座岛屿改成了军事保留区。那他们的国防部就特别讲了，这边是一个战略要地呢，也可以看到是菲律宾海上面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通道。那因为呢它就在这里，那其实呢在隔壁这边呢就是金兰湾。那如果说呢这边又真的再一次的变成军事要地的话，大家想问的是，这不是防范中国，那是为了什么呢？而另一件事呢，则是菲律宾出招了。之前讲跨的时候，我记得我一直都是听到美日印澳，没有菲律宾。菲律宾说他现在叫 Quad Plus， 什么意思？他要邀请的是印度、还有南韩跟非美澳日一起进行4方安全对话。那不就是以他来做东，然后来邀请所有的美国盟友了吗？这个到底又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自己找地位呢？来请教一下亮哥，你怎么样来看？菲律宾目前知道的就是国内政局不稳，而且呢持续在激化当中。杜特地的律师直接讲了，现在就是从法律面来切入。法律面，我觉得国际刑事法院应该会尽快让他无罪啦。因为说不通啊。因为菲律宾
有自己的司法系统，没有理由，也不是战争状态，没有理由这样的案子不能由国内的司法系统，因为这个就是刑事犯罪嘛。对，所以国内的法院一定可以审理啊。我觉得他们故意不回去，是在拉大小马可斯的伤口。这个是政治动作了，我讲白了啊。因为事实上，国际刑事法院已经说9月23号要做判决。对，那目前我认为甚至提前判决可能性都存在。如果要无罪释放了啊，那可是我觉得他们就故意待在那里，然后引发菲律宾老百姓，尤其是南部民众的不满，然后看你小马可斯怎么办。我觉得有这个味道啦。我不认为这个会有事啦。他还是会回去了。那反正那个飞机好像就是私人飞机嘛，所以他只是上面三明治准备的不够多，飞很远呐，你这样讲是不是？所以我认为杜特地不会有事啦，他应该回到菲律宾接受审判啦。那我认为菲律宾审判起来恐怕也是无罪啦。因为这个又不是他个人，就基本上他是允许警察抓毒贩可以开枪嘛。那你这个就好像我们台湾，你如果下了这个令，那难道内政部长有罪吗？总统有罪吗？这个是就直接责任跟间接责任的问题啊。可是杜特地，我觉得他不可以把他拉到政治面，他就说你们就审判我吧。不要去找军警的麻烦。是这句话，你看讲这句话多窝心啊！那军警一定都支持他，对不对？然后现在包括沙拉杜特地，还有越来越多的政治人物，都用主权的尊严，觉得小马可是乱来。这个也可以打动人心啊。所以我认为小马可是真的是错算的啦。这个。从这里可以看到他的不聪明啊。那你再说他要邀请那个亚洲的周边的国家来共同响应一个新的Quad，这个根本就是做梦嘛，或者是你可以主持的，或者恐怕是美国吧，而且美国号召的国家，日本第一个要先加入，那才有代表性啊，所以我觉得不太可能啊。当然，美国有可能想要强化他在第一岛链的发生万一状况的第一岛链的防御了。简单讲叫做没有台湾的第一岛链啊。所以他现在也在加大韩国、日本、菲律宾之间的演练嘛。所以我觉得你讲的那个格兰德岛比较有可能是这个方向。那这个应该有机会成真了。因为美国本来在苏比克湾那一带就曾经有过军事基地，是啊，后来是因为火山爆发嘛，那已经很久了，30几年前了啊。现在问题在于川普不愿意出这个钱啊，因为这个基地要花蛮多钱的，等于是又要重新盖啊，所以短期内大概也不会到苏比克湾，所以意思在一个岛弄一点吧，它大概距离苏比克湾是56公里，对，所以就加减用吧，因为你现在要美国尤其川普任内要在海外的一个美军基地啊，要花大钱，我觉得不太可能，因为目前他甚至都考虑要从北约啊，从日本、韩国要做这个部分的裁员嘛，对不对？所以我认为要盖大的不容易啦。那可是，蜻蜓点水，意思，有可能会有美菲的一个联防的局面。是，那我们就想要请教一下将军，您会怎么样看？原因是因为呢，当他国内面临一些状况的时候，国际间他马上就跟美方释出一些善意，所以他才会提出苏比克湾嘛。您会怎么样来看？基本上，他国内政治有了危机，他就外面制造危机啊，中国的危机，那又可以利用苏比克湾对美国做个诱惑了。但是问题，刚刚郑亮讲的没错啊，川普如果说是有一个扩张型的，还要
非要强化第一岛链的话，或者是遏制中国的话，金兰湾跟苏比克湾都是他可以要的东西了。显然，川普没有这个意图啊，因为美国自己内部的问题、通膨的问题、关税的问题、俄乌战争的问题、以色列的问题，他已经是够焦头烂额了。马上要跟习近平谈，如果这个时候你去大张破釜去搞苏比克湾的话，苏比克湾就可以妨碍到"一带一路"的通行嘛。那当然，我觉得美国目前没有这个企图，没有这个企图，小马可是只是拿这个做一个话题了，就是说我拿这个来诱惑你，我可以提供你基地，我可以给你海湾，对不对？但是 Quad 是根本力量没有办法解决你南海问题，那也是一个转移话题了，跟现在台湾我们常用的嘛。出一个新议题盖掉前面的一个议题，就是这么点用处嘛。因为杜特地他女儿不回来也是有道理，他故意制造一个什么？上一个菲律宾的元首要回去，不就枪毙在机场吗？他就有点影射这个味道。我有危险，我在这边要救我父亲，那就制造更多的同情嘛，而且直接讲出来。你是利用国际法庭作为一个政治斗争的工具，而且国际法庭根本对菲律宾没有效果，因为你已经退出这个国际公约了嘛。而且这个法庭本来就没有什么能力啊，真正的战争犯是纳坦雅胡啊，对不对？所以这个问题扯得太远了，就是菲律宾老百姓感觉说，你小马克思你没种，你有种的话，自己的法律系统就去办杜特地嘛，你怎么去借人家的手呢？而且借这个手借得很没道理嘛，所以小马克思有点慌了。那你现在干脆说我还想加入北约了，对不对？所以你看啊，整个川普是在一个军事上，它是一个收缩的政策。是，他对德国也讲过，我把那38000个美军我撤离，对不对？这个北约就慌了嘛。所以我看得出来，军事上。川普是向内收缩，减裁国防预算，但是经济上是扩张的，领土上是扩张的，大家不要把它混成一谈啊，他各有各的想法嘛，对不对？所以菲律宾想得到多大的澳元，我觉得机会很少，因为在南海这个地区，解放军的实力已经超越你美军很多了，你要真的来试一下的话，搞不好灰头土脸回去啊。所以美国不会冒这个风险，大家就是军演秀秀肌肉就算了。所以我想，小马可斯的企图可能达不到，但杜特地是不是真的病危？至少对菲律宾的这个军警，想想我把责任扛了，就代表你如果说杜特地有罪，再追究下去的话，当初支持杜特地的这些军警在扫除毒贩的时候就有问题吧。所以问题啊，开枪啊，我们军中也有啊，用枪时机要定得很清楚啊。用枪时机定得很清楚，这是一个行政上的一个需要嘛。所以这个问题，你把这个问题要扣在杜特地帽子上是很难的，很难的。好，我们想请教一下吴崇安老师哈，最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呢，现在如果说连小马可是姐姐，因为她本身也是参议员嘛，她都跳出来讲了，所以其实这件事情是不是在菲律宾的内部，其实就是很明确的有一些民意的取向？是的，这种我觉得菲律宾的这种政治跟司法的互相牵扯蛮吊诡的，因为其实这件事情发生的就是杜特地的任内，所谓的他对于毒品的这个整个我们讲对于那个毒贩的攻击，他是杀了很多毒贩嘛。那这是在担任达沃市长的时候，在这2019年以前的这3年，那他们是说，你违反了这个我们讲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里面有关这个种族灭绝跟人类罪，所以他们要调查，然后他们就把这案子送去那边，然后他们竟然说，有管辖权。问题是菲律宾的确在这个杜特地的任内前3年，他的确是属于这个国际刑事法院的这个管辖权。所以你要在里面签约国在里面，你才有管辖权。那后来杜特地退出嘛，所以他说我退出没有管辖权。是，那当然他们说没有，前3年的时候你杀了那么多毒品犯你还是有管辖权。所以呢，我们就来看那个国际刑事法院呢，这个他很奇怪，他曾经调查过这几个菲律宾总统，譬如说
1945年的劳雷尔，然后艾斯特拉达，还有这个Arroyo 啊，是 Gloria Arroyo， 这3个是被调查，但是呢都起诉，没有罪啊。可是呢，这个杜特地这一次啦，感觉我蛮支持亮哥讲的，他可能会被调查啦，啊，但是他不会被起诉了，我觉得也不会有罪，这是一个最主要问题。那当然，我们讲国际刑事法院这个特色是什么？它其实就是联合国在早期1998年他们成立的，在123个国家，他们就签署这个要针对国际刑事犯罪要结合大家在一起，然后呢来针对这个比方说种族屠杀啦或违反国际罪的人那在98年在罗马召开了5个礼拜的这个我们讲的会议，然后呢就建立了罗马公约。那当然菲律宾一开始加入，后来退出了。那在这里面有许多国家是有签的，没有，他们是有签署没有批准，或者是后面有退出的。比方说美国就没有在这个国际刑事法院里面。所以这一次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点就是菲律宾的最高法院在2021年的时候说，虽然菲律宾不是这个罗马规约的缔约有效的缔约国里面但是呢，他们还是承认罗马这个国际刑事法院可以来调查杜特地这个案子。所以我觉得相当吊诡啦，非常吊诡。所以为什么他们要把它送去国际刑事法院？他们自己国内可以处理那接下来就要看说，如果这个杜特地安然归来，那制造这个家族政治的双边对立，我觉得是会有很大的看头所以接下来这个杜特地其实他盘算的蛮精准，蛮精准。那当然，这个有关军事这个基地，其实美菲这个合作已经由来已久。我们知道，其实在拜登政府是贺锦丽也去拜访，2022年，然后他也特别去这个拜访了小马可仕。然后那是小马可上台之后成绩最高的，贺锦丽来了，而且他们又签署这个所谓的 EDCA 就叫加强国防合作协议大概有6650万美元，让菲律宾的这个增加4个基地可以让美军轮流使用。是，但这4个之外，原先就5个啦。那这4个基地我们包括有在卡加延省的或巴拉望省，他们都有这个基地让这个美国人使用轮调军队用。所以美菲之间的合作其实相对于在这个小马可仕时期跟美国是很稳固的。但我觉得他们现在好像不太满意，想要说，如果能真的再把这个能延伸到菲律宾他们可能会更安心。小马可仕就像定心丸，但是坦白讲，这个小马可仕他这个盘算想用这个外交的这个影响力拉回内政，一方面处理杜特地，一方面跟美国交好，我觉得他的盘算还是要小心一点。所谓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在政治的这一条路上，是不是姜还是老的辣？其实后续就要看到底老杜特地人在荷兰海牙的那位前总统，最后会如何被审判？那后续他什么时候有机会回到菲律宾？政局会如何变化？其实都可以持续的锁定。我们先进广告，等等回来继续说。